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咱们继续街机平台的恐龙快打降龙版，今天是下半期。上半期录制了1到5关，本期呢录制6到8关。回顾一下降龙版的发射飞刀的方式：前 A、AB 和下上 A。其中前 A 的2发飞刀呢，它是有穿透效果的，是一个多段攻击。下上 A 发出的飞刀的量是最多的，20多发，接近30。那 AB 呢是向两侧发射飞刀，如果 AB 脚先踢到人了，那么你的血是照扣的；如果只是飞刀打到人，那是不掉血的。这个降龙版呢，灵感应该是来自于街头霸王降龙，很多早年的街机厅的玩家应该接触过街霸降龙版。特点就是一个升龙带出一大堆的波动拳。刚刚由于飞刀太多，屏幕已经出现了拖慢的现象。那其实玩这样的版本，要想玩得好一点呢，还是要多打几遍，因为它实际上是出现了新的套路和打法的可能。那如果利用的不好的话呢，打的不会很顺畅。我也只是试玩了一遍，然后就来给大家录制。这个第1关的小 boss 在这里是精英怪，我觉得他是最不好对付的精英怪。有的时候他的肩膀一架走过来了，非常吓人。下半期只有3关，上半期呢大概录制了16分钟就打了5关，下半期这3关起码要20分钟以上。后面的流程都比较长。这里呢他向我开了一枪，所以我抓到的人没敢及时的撒手，我就等子弹过来呢，然后再把人扔出去。这样自己会获得一个无敌的效果。我记得我刚刚接触恐龙快打的时候，大概是刚刚上初中。那个时候投个币进去，大概第2关 BOSS 会挂一次会挂一个人，然后第4关 BOSS 大概会挂。基本上吧，一个币打到第5关就到头了。打到第6关的机会很少很少。挨了这个胖子一下，他没挂呀。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，尤其是 Capcom， 那他经常会在第2关 BOSS 的位置安排一个新人杀手。我记得我最开始玩街机三国志的时候，也经常在夏侯惇那儿挂一次。这个射出量很大，但是呢，比较讨厌的是敌人吃了几发飞刀之后会倒地。如果他一直吃不倒的话，有一个很好的攻击效果。能够达到这种效果的只有一个人，就是最终 BOSS 变身之后的。好，本关的 BOSS 呢是3个形态，这样咱们使用3个打法。第一个打法呢，就是因为咱们现在是降龙版了，咱们就使用匕首来压制它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那第2个就是使用传统的打法，堵在角落用拳头打。第3个形态我打算呢，也是用拳头堵在角落，或者呢用飞刀堵在角落，然后身后来敌人的时候就 AB。这样3个形态，3个打法。飞刀压制看来其实效果一般啊，它掉血的效率也不是很高。还有大概1格血左右。过来扑我，勾下来了。这如果不勾下来，哎呀，我怎么捡了个匕首？
捡这个匕首太讨厌了，因为咱们一个下上 A 之后呢，会有短暂的硬直。如果拳头在手的话，回身就可以用拳头打人。这匕首在手里，它的攻击的前摇还是很高的。来吧，第二个形态，咱们用拳头堵了。感觉还是这个打法啊，经过了时间的锤炼和万千玩家的考验，还是很合理的也非常的快。这种打法最快。来吧，第三种咱们试一下。咱们用下上 A 来扶。好，身后有人 AB， 下上 A 感觉还是欠点意思。BOSS 如果扑出来呢，就 AB 他，因为扑一下实在是很疼。AB 有几率不掉血，这点还不错。哎，谁打我？什么人？好 ，BOSS 挂了。咱们 AB 也真的掉了不少的血呀，把这个补上啊，补到了大概2/3吧。这关打了6分半钟以上，那相当于前面关卡的2倍了。第七关真是感觉很难，尤其是本关的 BOSS 战的时候，2个人玩呢，它是有3个第4关的 BOSS。这个小时候玩有1个就够我喝一壶的了，竟然有3个，有2个也不好打呀。好在咱们现在的飞刀比较多。捡起这个 RPG。5个漏网之鱼。这个货到底是给了我1拳。这个石头小时候玩呢，一般是跑过去打他们，但是咱们的飞刀呢，现在的穿透效果也不错，所以说尤其是前 A 的，所以说来个前 A。手雷。哦，这好多人。对，像下上 A 这个飞刀呢，其实打人多的时候还是比较有用。人少的话，体现不出来它的高效率。差点下来扎到我了。分数减分的道具，上半期我就没太注意收集，那下半期也就算了。这个地方，跟大家说一下，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印象，就是，当两侧的木棍碎了之后呢，那一般盗版啊，咱们可以走到这电梯外边去，但是这个版本看来是不行，我用的是世界版。世界版的入目看来是不行，盗版应该是可以，因为小时候玩的都是盗版。我经常是走到屏幕的左上角去，都看不见了，看不见自己，然后在那里一直用拳头打。敌方下面的基地看起来好奢华呀。各种大型的机械，非常的神。现在已经地下20多层了，30多层。下面还有。这飞刀真的不要钱。当废铁卖啊，我估计都发家致富了。分数太多也没有用了，
100万、50万奖命。这个奖命的选项好像是能调整的，你包括街机的三国志都可以。这个地方前面会有很多的桶，那个桶里是分儿和血量之类的，咱们就不要了。如果满血状态呢，就不要了。小时候打阵呢，要一点一点的往前走，然后一个桶一个桶的打。有的时候呢，向前磕动你的方向摇杆的时候就跑出去了，这个很讨厌。前面我记着是有3个那种青色的怪兽，这个家伙会把你的地面的道具吃掉。打他们最好是一个一个的清，但是咱们现在的武器的范围比较优秀，所以说就一起打。哎，跳起来飞扑，上面的书架还会爆掉的。咱们从上面请投币的位置呢，能够看出来啊，这个版本呢最大可以3个人一起玩，但小的时候很少见到2人以上的机台，一般最多就是2个人打。我家那儿是一个北方4线的小城市，基本上没见过超过2人的机台，大概只见过1次，见过那次呢情况还比较奇葩。我记得应该是街机三国志，应该是个3人的机台，它占了2个机台嘛，一个是双打的，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机台，但是那个机台呢单人的那个，屏幕是黑的，所以他玩的话他要看着旁边的机台，这个就比较奇葩。这个 BOSS 恐怕是咱们这个版本吧面对的最难的 BOSS，出现危急的情况就 AB 吧。因为最终 BOSS 呢，实际上是和他单挑的。大家也都知道，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和 BOSS 单挑那是多理想的一个状况，就是太简单了，单挑的难度就是来自于场面比较混乱，经常有小兵过来捣乱。所谓的话呢，走到你身后偷你一拳，你还不能不管他。身后有人，对，身后能够感觉到有人，但是呢，咱们关键还是要打 BOSS。这2个 BOSS 呢，大概还有每个人2格血。前面还有甜甜圈可以吃。每个 BOSS 剩1格血左右了。然后有人也不管了 ，AB 吧。好，挂了一个。这个 BOSS 总跳啊，太讨厌，耽误时间啊。吃了2个甜甜圈，那血补到1半了，没少补。最后一关，为了节省时间呢，很多中间的过场的画面我已经给大家剪掉了。视频的时长现在我比较注意，很少啊，很少有小伙伴现在可以看15分钟以上。我做了几年的视频，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，观众的平均的观看时长在逐年的下降。5年前的时候还能
坚持个8、9分钟平均观看时长，但是现在呢5、6分钟吧。我记得上面这个大家伙会下来着啊，来了。第6关的 BOSS 到这儿变成了小的精英怪，3格血。这个难度不亚于打一个第6关 BOSS。那好在呢，这个关卡的设计上没让你长时间的维持这个难度，因为马上进下水道之后呢，它的难度上有一个缓和，啊，这个场景呢就是给玩家喘息的，我感觉。喷火这东西飞刀对他没用。好，所有人都扔到背后。我现在220多万分，这个分数呢就不用看了，有很多加分的道具我都没有捡。小时候玩游戏呢，这个摊分是很重要的一项挑战，对，看谁得的分多。但是呢，速通基本上是没有，就是很少有人会比，我通关最快，我玩的时间最短。你时间短，你有什么可美的，对吧？各种意义上来说，这个时间短都，对吧？所以说，一个硬币啊，你玩了，别人玩20分钟，你玩了6分钟，你说是不是亏了？所以说，速通那个时候基本上是没有。这一个雷炸了2个。行了，这个场景也要打完了。好，这里是本关的最后一个场景。这个 BOSS 好打，这个最终 BOSS。AB 一下吧，看看踢到了箱子，但是没掉血。这个枪我就不打算带到最终 BOSS 了，中间就用掉。这些桶呢可以一个 AB。哎，刚刚我那个 AB 没掉血，在这儿我再试一下，我记得是掉血的来着。果然，可能是踢到人了。这个枪扔掉了都。幸亏给了2个补血道具啊，血刚才没满，前面还有一个大的，但前面这个大的呢，我记得小时候跟小伙伴配合，就是一个人举到最终 BOSS 那儿。最终 BOSS 好打，原版的话也不难，就更不要提咱们带着成吨的匕首来的了。我怎么记得这里有2个来着啊？果然。没有记错啊，没记错。挨顿打，拿着流星锤这个家伙还算好对付，但有的时候呢，你近身接近的，他给你一膝盖，非常突然。哦，家伙架着膀子就过来了，这是要用重拳掏我呀！好，血在这儿，那咱们稳了。打完这批呢，前方就应该是最终 BOSS 了。最终 BOSS 简单，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和他单挑，没有别人来捣乱。
而且呢，它二形态尤其好打，因为它二形态呢不倒地啊。你想想这些飞刀，我用多少它吃多少啊！一会儿看一下，没这么玩过。蓝血条，哦，有的时候呢吃个 AB 还不倒地啊。行了，2格血了。感觉虽然身怀绝技啊，但是打6、7、8张也有难度。好，他挂了，他挂了二形态。这个二形态啊，看看他吃多少发飞刀。没有1000也有800。来吧，别废话了。看一下啊，看一下，哇，这血量！看吃了飞刀不倒地，一直被整个飞刀啊推到屏幕外侧。打了他2格血了。3、4，然后绿的5，紫的6，黄的7，哇，7条血，这个家伙，7条血也现在就剩2条了，真的太刚了，这个货太刚了，你倒地一下也不至于这么惨啊。好，已经快打完了。好，挂了。啊，这个自重 boss 打得爽啊！就在那儿接飞刀，也不躺下，真的惨。那最后咱们拿了240多万分吧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恐龙快打降龙版，整体的流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。现在这个年代真的是不错呀。很多小的时候你想都没想过的想法，有很多天才的会修改的玩家就帮你实现了，咱们只要下载下来资源自己体验就可以了。那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